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昨天面具人的耳朵发炎了，去看了一下医生啊，所以呢节目没有能够及时更新。哎呀，面具人最近的这个身体的小毛病确实挺多的。我由于长期的大量的说话啊，导致了我的这个腮帮子有点关节炎了。哈哈，不开玩笑啊，一般人的关节炎都是什么膝盖呀、手肘呀，但是面具人的关节炎的部位是腮帮子。哎呀，话讲太多了，我的这个中耳炎的老毛病也犯了，慢性中耳炎，人疲劳呀、感冒呀就会犯病，中耳炎啊。好了，不扯这个了，我的这个身体问题没有多大的事儿。哎呀，你们先看面具人这个嘴呀，真的是开过光了呀。几个月前，面具人就建议大家把目光投向盘子更小、资金更加灵活的狗狗币。那时候面具人建议赶紧买一点，听面具人建议的，现在至少赚了有3-5倍了吧。狗狗币前几天迎来了一波变态似的暴涨，然后呢，面具人的邮箱呀、Line 呀，就有很多人给我发邮件了，后悔当时没听面具人的建议，买那么一点点，哪怕就是只买一点点，博个好彩头，现在也赚了呀，翻了5-6倍、7-8倍，对不对？由于呢，我收到的消息太多了，有关于转移资产的、移民的、留学的，还有呢，很多人问面具人，现在投资狗狗币还来得及吗？究竟该怎么操作？他们心想啊，错过了比特币的创富神话，这波狗狗币的发财机会可不能再失去了。由于消息太多了，面具人就在今天的节目里面给大家统一回复吧。今天呢，咱们主要就2个话题来讲。一个话题呢，就是女人收彩礼违法的事儿有了进一步的爆炸举动。面具人会通过3个真实发生的故事，让大家了解到接下来的中国女人的生存状况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当然了，提出问题就要解决问题，面具人也会在节目中间给各位女性一个保财保命的好办法。然后呢，就是面具人会给你们详细的讲解一下，现在是不是入场狗狗币的好时机，什么时候入才是入手的最好机会呢？好，节目开始之前呢，新来的观众朋友们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这样呢，你们就不会错过面具人每一期的精彩节目了。1周前啊，4月14号的节目，面具人在那个节目里面说了，收彩礼是违法的，并且呢，我当时预判了以后的中国夫妻要是离婚呀，是要女的退还彩礼的，不退还彩礼者抓去坐牢。哎呀，令我震惊的是，真想不到呀，想不到呀，共产党做事儿竟然是如此的快、准、狠。给大家看个视频啊。提供个发言卡。我们不听了。等我们之前发言。抖音看到了吧？4万块钱的彩礼，女方不想退还，直接给你抓走，关进看守所里面去。我靠，太猛了！哎呀，面具人，我这个乌鸦嘴呀，想不到呀，说的这么准，想不到呀，我党办事居然这么的有效率。我1周之前就预言了，以后女方不给退彩礼，直接要抓去坐牢的。结果呢，你看1周之后，全国就开始风风火火的搞起来了夫妻文革、退彩礼文革了。诸如此类的事儿呢，还多得很呢。最近呢，就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你们听啊，面具人再给大家念几个案例听听啊。4月19日下午，在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楚望人民法庭，由于6万块钱的彩礼案件，终于一锤定音，落下宣判。6万元的案件执行款终于交付到了申请人手中。一起长达3载的婚约财产纠纷案就此落下了帷幕。2018年5月，连某某与牛某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在内黄县法院楚望法庭经审理后，
依法判决被告人牛某某于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连某某彩礼款。这个连某某是老公，牛某某是妻子。继续听啊，履行期满以后，牛某某迟迟未主动履行，连某某遂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依法向被执行人牛某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并进行财产调查。考虑到这是一起婚姻家事案件，如果强制执行，容易激化矛盾，要以和为贵，尽力实现执行和解。执行法官陈其多次与被执行人牛某某进行沟通联系，向其解释说明法理，告知其拒不履行生效判决会承担的法律后果。在沟通过程中，妻子牛某某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表示本人已经再婚有了孩子，并且家庭并不富裕，无力偿还案款，也就是彩礼钱。于是呢，法官又多次做申请连某某和解的工作。最终呢，经过不懈的努力，双方达成了执行和解。被执行人牛某某一次性付给连某某彩礼赔款6万元，连某某自愿放弃其他权益。4月19日，牛某某凑齐案款赔款的彩礼钱以后，第一时间来到法庭提交申请，把钱给到了连某某人手中。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件顺利执行了结。这个事儿呢，是从2018年开始打的官司，到目前呢，已经3年时间了。也就是说，这个事儿拖了3年，也一直没有执行最终的判决，没有一锤定音。那为何拖了3年呢？拖到现在才开始一锤定音呢？那这也就要回到面具人14号的节目了。国家现在宣布了，女的收彩礼是违法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嘛。习老大都放话了，收彩礼是违法的。官方新闻的原话是，彩礼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停止，即男女双方都能称心如意的范围内实行，而不是双方提的天价彩礼。2021年1月1日更新的民法典上面关于彩礼有一条明白的规则，那就是制止买卖、包办等干预婚姻自由的行为，制止借婚姻讨取财物。不仅如此，这个民法典关于彩礼的事儿啊，还有细分，有3种情况都是可以退彩礼的。一，根据民法典规则，假如男女双方最终没有办理结婚注销，能够请求退还彩礼。也就是说，没有办理结婚注销也可以要求退还彩礼。2，办理结婚注销以后，双方却没有一同共同生活，同样也能够请求退还彩礼。这个话说的怎么这么绕呢？是结了婚以后，然后又离婚。办理结婚注销以后，双方却没有一同共同生活，同样也能够请求退还彩礼。这个话怎么说的这么绕呢？按照他的意思来理解啊，就是说办理了结婚注销以后，还要一块共同生活，如果不共同生活，还是要退还彩礼的。那合着这个离了婚了，双方还必须得睡一起吗？可能是他这个有错别字啊，他兴许是要表达离了婚以后这个男方是可以要求退还彩礼的。继续看啊。3，婚前因为给出太多的彩礼，招致婚后生活艰难，也能够合理的请求退还彩礼。前面综述一个大条，就是收彩礼是违法的，然后呢，他又补充了3个细节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能够退还彩礼，这也基本就确定了。尤其是这3条已经确定了，几乎所有的情况下收的彩礼都是违法的。尤其是这个第3条，因为彩礼导致男方经济困难。那什么叫做经济困难？这个经济困难就很难界定了呀。男方怎样才能算经济困难？有信用卡欠款算不算经济困难？有房贷算不算经济困难？要给小孩子交学费算不算经济困难？
再说了，现在中国的这种经济情况，谁家不困难啊？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你收彩礼了，只要对方不闹，对方觉得合理，那就没事儿。当事人都觉得合理，那就是合理的。但是对方如果觉得不合理，要退货要闹，你就必须得给人家退彩礼，听懂了没？所以呢，下面的法院呀就下必甚焉了呀，他们就可以大胆的宣判了呀。4月19日，这个事儿必须解决，没有上诉的可能性了，没有侥幸的可能性了，退不退抓你坐牢。虽说2018年判的，但是呢拖到了现在，你看习大大都发话了，虽说中间有争议，被告人可以再上诉2、3次，对吧？所以呢他才能拖到今年3年了呀。但是呢现在来看不能拖了，没有周旋的余地了，所以呢女方就真的退钱了，19号退的钱。不然的话下场就跟刚才你们看的视频里面的那家人是一样的，直接进局子关起来。关了起来以后呢，最终还是要退钱的，而且呢你还得花钱到派出所、拘留所托人找关系把人赎出来，对不对？哎呀，这正是应了面具人的那句话，中国女人的至暗时刻要来临了。那究竟有多么的黑暗啊？你听面具人，我接下来再给你们讲个故事。算了，不要用讲的了，我用唱的。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都没到泪水掉下来，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只要你勇敢跟我来。死了都要退，不淋漓尽致不痛快，感情多深，只有退钱才足够表白。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都没到泪水掉下来，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只要你勇敢跟我来。死了都要退，不淋漓尽致不痛快，感情多深，只有退钱才足够表白，足够表白，你给我退钱，退钱。各位听到了死了都要退了以后，大家应该能猜到面具人我接下来要讲什么了吧？接下来要给你们讲的这个新闻真的是太令人伤心绝望了。哎呀，做好心理准备吧，太惨了。面具人先讲个标题给你们听听：17岁女孩因为彩礼纠纷而自我了断。听到没？光听标题就知道这个事儿有多么的严重了吧。4月20日，有网友发布消息称，一名17岁的女孩被家人以20多万的彩礼卖给男方。因为这个事儿引起的离婚纠纷案调解未果之后呢，女方回到了娘家，男方却追过来要求退还彩礼，女方一家表示拒绝退还彩礼。然后呢，女孩就被殴打，情急盛怒之下，女方喝下了农药，然后呢抢救无效，去世了。针对上述的17岁女孩因为彩礼纠纷自我了断的这个事儿，4月21日，新津县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新津县确实有一名女子因为彩礼纠纷的问题而服用农药去世。女孩的遗体将于今晚进行火化，
新津县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称，21号的时候，他们收到了新津县公安局对此事的情况汇报。汇报内容显示，新津县某乡镇某村的一名彝族女孩，出生于2004年5月。她于2018年12月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名男子按照彝族风俗结婚。该男子今年21岁。日前，男方女方两家人因为彩礼退婚的问题进行过磋商。男方要求，如果退婚的话，就必须要退还至少15万元的彩礼钱。两家人未能达成共识。4月9号，这名彝族女孩在卫生间找到了用于除草的百草灵以后，喝了下去。丈夫发现了之后，将其送到了新津县的一家医院进行救治。医院对女孩进行了洗胃以后，男方认为她的病情并不严重，之后呢，就将女孩接回家中休养。在休养的期间，于4月19日晚间，女孩的病情恶化，男方又将其先后送到了雅安市成都市的医院进行治疗。在成都市的一家医院治疗期间，男方认为这个女的存活几率比较小，便放弃治疗，把女孩再度接回家中，按照土药的药方给女孩服用，而且呢没有效果。当然没有效果了啊！你用土药能治疗这个中毒吗？等于说这个男的也不想这个女的活了，还治疗个屁啊！直接把接回家能活了活，活不了死啊！救活了还要和我离婚，救什么救？对不对？哎呀，你看这人呀，人心叵测呀！这都什么社会了？夫妻本该生死与共的，结果呢，互相残害呀！你说这中毒了，你不在医院治疗，这人病还没好，你就放弃治疗，接回家让他等死啊！这人肯定是大概率活不成的呀，中毒了呀！你不在医院治，你回家给他用什么土法子？果不其然，这个女孩于4月19日21点09分驾鹤西去。在4月21日的晚间，女孩的遗体就被进行了火化，等于说是丧事灵堂都没怎么摆，直接就给烧了。目前呢，男方家属已经回到了四川新津县。针对网传女孩被母亲2次以20万元卖给男方一事，新津县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暂未收到此消息。公安局的汇报中，女方只有1次婚姻经历。4月21日，新津县妇联的工作人员宋女士告诉了《新京报》的记者，目前妇联已与当地的公安局就此事进行了对接，公安局已经进入调查，妇联将在公安机关调查工作结束后，积极对这个女孩的一家进行帮助救助工作。看整篇新闻的报道，几乎没有怎么谴责男方，甚至还为男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脱。总的来说呢，就是这个男女情感破裂，要离婚，男的呢就要赔钱退彩礼，法院呢也是袒护男的，同意退钱，结果呢女的没钱退，还被打，然后呢女的一气之下喝了农药，喝了药以后治疗起来比较复杂，成本高昂，男的索性就不给治了，直接送回家中等死。然后呢，女的果不其然就挂了。然后呢，不到48小时，女的就被草草的火化了。然后呢，新闻通告说女的死了就死了，男方安然无事回到老家。新闻总体是偏袒男方的。哎呀，这妥妥的是人道灾难呀！10年修得同船渡，100年修得共枕眠呀！怎么会出现这么穷凶极恶、伤天害理的事儿呢？不就是钱吗？对不对？钱没了还能赚吗？无非是多了少了的问题。而且这个女的也没必要为了钱就轻生嘛，对不对？这个男的更不是个东西，对吧？你把人家逼得喝药了，毕竟呢还是跟你有过感情的，和你睡了那么多天的男人啊，不，睡了那么多天的女人。然后呢，你就让人家等死，放弃治疗啊？不就是钱吗？你也不至于把人逼死呀！啊，如果有孩子的话，这个孩子将来懂事了以后，你让他怎么想？
你爸把你妈逼死了啊！我的妈呀，太残忍了，太残忍了！中国现在的新型文革就是这样，夫妻斗，房东斗房客，老百姓互相斗，至死不休。说到这儿呢，再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啊，来看这张图，这个是前几天热炒的女海王结婚的事儿。这个事儿呀，非常的玄幻。面具人当时就在想，这么玄幻、这么假的事儿，还能够炒得这么火，很奇怪呀。哎，这个事儿现在有结果了，真的是图穷匕现呀。你们看这个图片里面的关键字儿：富二代退婚，要求索赔1800万元彩礼，向思颖痛哭道歉。关键字儿啊，听好了。索赔1800万元彩礼，向思颖痛哭道歉，听到没？这才是共产党带节奏炒作这个事儿的目的。那么你们也听了这么多的新闻，咱们讲到这儿啊，把这些讯息综合一下，这是不是就印证了面具人那期节目中讲的收彩礼就是违法的？这个彩礼呀，就是以后中国每个女人头上的一把刀，捆绑着女人，威胁着女人。目前中国的离婚率很高，为了降低离婚率，那就用彩礼嘛。你敢离婚就被拉清单，要么退钱，要么坐牢，要么去死，你自己选。这个女海王的1800万元的彩礼就是一个警讯，告诉你们，彩礼收的越多的女人下场越惨。收了10几万退不起，那就去死；收了1800万退不起啊，痛哭道歉也没用，再想办法凑。经过了几千年的约定俗成，让所有人都忘了婚姻制度其实呢就是维护男权的一种制度。女人在体力上的弱势，就注定了女人在步入农耕社会之后就失去了社会生产力的主导作用。于是呢，为了维护男人的利益，保证男人血统传承的纯度，才有了婚姻制度。女性提供生育资源，男人提供女人的生活保障。说白了，婚姻的起源的本身就是一种交易，要不然呢，几千年来为什么还会有彩礼的存在呢？无非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面具人的节目不但可以让大家保财保命，这里呢还要对广大的中国的被压榨的底层的女性如何应对退还彩礼，保护好自己，给你们出一个主意。开头面具人说了，要给各位女性一个保财保命的好办法，否则呢，万一像新闻里面的这些女的，要么被逼疯了，要么被逼死了，可就不好了。鉴于国家民法典要求了，离婚就要退还彩礼，挺麻烦的，挺蛋疼的，是吧？啊，女人也没有蛋。不过呢，也还是有好办法的，女人们也可以按照法律来呀，不犯法。把彩礼钱留下，做一个守法好公民嘛。婚前接受的彩礼也可以让男方写下属于自愿赠送的财产，并且永不反悔啊！而且呢，要把这个合约书拿到公证部门做好公证了以后保存好，这不就对了？这不就不怕离了婚以后被追还彩礼了？可是说到这儿了，有人会问啊，男方不答应怎么办？男方不答应，那女的也可以不嫁呀，也可以不结婚呀，对不对？啊，面具人，我觉得啊，收彩礼呀，发红包呀，在一定程度内是可以接受的。女孩当然也不能用这个事儿作为自己发家致富的通道。男方呢也不能太小气，毕竟呢，这个女人啊，她是要有点什么积蓄呀、零花钱的，对不对？啊，面具人，我也不鼓励女人用这种方式获取男人的钱财，但是呢，平等、互相尊重、互相扶持、体谅、爱护，才是婚姻的真正本质。要么中国广大的女性，她的出路呢，就是提升自己啊，好好学习呀，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呀，让自己有能力在社会上独立生活，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经济管道，甚至呢有自己独立的住所，对吧？稳定的收入来源，摆脱原生家庭，包括老公对自己在精神上和
肉体物质上的控制。你如果财务自由了，有自主权了，离就离呗，离了老子也不缺你的钱，对吧？在中国，大部分的全职主妇呀，她为什么要在家里面被家暴？为什么不敢离婚？究其一个最大的原因，两种我先说一个最大的，就是经济捆绑，要么是没找到下家能养活她的，要么呢就是离了这个男人活不成，没有更好的生存渠道，对吧？离了这个男人不好赚钱了，长期的吃苦贫穷，比起挨一顿家暴的这种短期的痛苦，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其实中国女人被家暴，中国女人被物质化，它的本质原因就是社会的竞争不公平，社会能够提供给女人的，不管是就业岗位呀，还是福利，非常的有限。女人离了男人很难生存，所以呢，女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依赖于男人。那她依赖男人了，那她很容易就没有什么权利嘛。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住人家的，你还有什么理由逼逼叨叨的，对不对？这是很多大男子主义的人内心的想法。所以呢，女人必须要自强。自强了以后，无论你遇到真心相爱的人，选择结婚，或者是无奈单身，你都有能力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的人生经营好。就像面具人，我一直说什么反共的、挺共的人，不管你反共、挺共，你的政治立场如何，你自身强大了你才有的选，你才有的舔，你才有的反，对不对？那你如果自己愚昧自己笨，不管你站在哪个阵营，挺共的还是反共的阵营，你都是被别人愚弄，玩弄于股掌中，割你的韭菜的。其实中国的女权就是零和一的区别，没有这个一，女人一味的物化自己，不解决女性竞争力和就业的问题的话，女人把自己的生死，把自己的利益、生存安危与男人的赠与、与男人的利益挂钩的话，那你肯定是被男人主宰生杀大权的。比如奴隶主就掌握奴隶的衣食住行，同样的，奴隶主也掌握奴隶的生死。不过共产党很聪明，共产党他知道女人的威力，所以一直打压女权，让女人觉得自己生活的不好是男人的问题，不是社会的问题。然后呢，他再通过什么文宣呀，这种中华田园女权引导男女互斗，不解决本质的问题，比如生孩子，孩子上学升学，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女人自己的健康养老问题，男人自己的健康养老问题这些本该是社会解决的，可是呢，他推到男人身上，推到女人身上，懂了没？咱们仔细想想这女人如果要是意识到了是社会有问题的话，那女人就会给老公唠叨呀，你看这个当官的贪，社会太黑暗了，社会太腐败了。整天女人这样煽风点火的话，就会导致自己的老公，甚至还有自己年轻力壮的孩子，他们会认为自己生活的不好，是社会的问题。那女人就会煽动男人，也有认为这个社会有问题，这就相当于女人煽动了男人，也认为社会有问题，这就相当于煽动男人造反呀。同时呢，妇女也可以煽动儿子造反，那就相当于一个女人有至少3个战斗力单位。所以我们仔细观察全球的集权社会都是极力打压女性，极力打压女权，愚化女性的。因为女人被愚化了，女人被带偏了以后，就能导致家庭不团结，就会让家庭出现高度的阶级化、高度的阶梯化，男的压女的，女的压小的。其实在欧洲很早以前早在维京时期呢，就已经把女人军事化了，至少呢是在军事上承认了女人和男人有对等的军事地位的。比如北欧战争时期的盾女，盾牌的盾北欧的战神也是女神，
叫做瓦尔基里的一个女战神。中国把女人军事化晚了上千年，毛泽东是第一个把女人军事化的，他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还拍了什么红色娘子军呀、燕子呀、女间谍的这些书籍，对吧？咱们注意一个细节啊，为什么毛泽东提出的都是妇女娘子？为什么？因为妇女捆绑了老公儿子呀，妇女的调动力大呀。这种事儿呢，反过来就不行，男人总不能去煽动女人造反吧？所以呢，真正的女权它是集权的一大阻碍。为什么我说共产党很聪明呢？他会引导女人斗男人，而不是说让女人意识到社会有问题。而中国的畸形物化女权，更是会大大的降低女人的地位，没有解决本质的问题，比如压榨工人呀、工作机会不平等呀、商业环境差呀、贪官呀、福利差呀，对不对？中国目前削减服务业、保险业、销售业，这会直接导致体力差的女人，她们的生存空间会更加的狭窄。不过呢，女人现在对中共也不怎么重要，中共甚至可以搞无性繁殖，什么代孕呀、卵子超市呀，甚至等中共的科技达到了直接体外培养人造人的时候，你们别说面具人我乱讲啊，中共其实一直在研究这方面的技术，你们不信可以网上查一查。只是这个技术目前不成熟，成熟了以后，女人更惨。作为劳动力单位，女人是不如男人的。而习近平看重的是工业生产力、制造力，对不对？我前几个节目也讲了啊，中共它目前在大力的削减这个什么服务业呀、销售业呀，这些能被替代的、能自动化的这些东西啊，这些行业啊，那女人这些行业失去了以后，她就会更加高度依赖男人呀。为了维稳这些女人，共产党它也会立法，比如不让退彩礼，就让你女人在家里面依靠着男人，然后生孩子，懂了吧？各位尽量自保吧，男同胞们、女同胞们，看问题要看本质。我给你们说啊，尤其是女的，你一定要意识到，并不是这个男人出问题了，男人女人都有问题啊。这个当官的有男的有女的，当然了，男的多。问题的本质在社会。可是呢，女人被愚化了以后，女人被洗脑了以后，女人她就会觉得国家好呀，社会好呀，啊，不好的就是你这个男人。再加上攀比之风盛行，女人又容易看到贼吃肉，看不到贼挨打，她就会攀比，觉得哎呀，你为啥赚不到钱呢？别人家的男人就能赚到钱了，对吧？网上到处都是什么男人炫富的视频啊，女人装逼的视频，女人吹牛逼她老公多厉害的视频，然后呢，女人就会把矛头指向这个男人，那女人就相当于帮共产党维稳男人，鞭笞男人，当一个监工。女人自己虽然没什么制造力，没什么劳动力，但是她可以监控男人呀，对不对？她可以怪罪男人呀，她总不能去煽动男人针对政府吧，煽动男人觉得贪官不好，社会不好吧，煽动男人觉得共产党不好吧，对不对？好了，来讲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啊，嘿嘿，很多人就等着面具人我讲这个话题呢，是不是？那就是狗狗币的事儿。在经历了超级变态的大暴涨之后呢，狗狗币从昨天到今天迎来了大暴跌。可是呢，这轮暴跌似乎并不能阻挡投资者们的热情。从当年的一个笑话变成为全球的第5大加密数字币，如今的狗狗币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人民币3000亿元。狗狗币最初创建时的价格非常之低，一枚呢远不到1美分。可是呢，这个远不到1美分的狗狗币在短短的8年里却涨了600多倍。行情软件显示啊，狗狗币4月19日的收盘价为 0.37 美元，这是自从2013年发布以来涨幅超过了650倍的奇迹神话呀！
币值呢更是超过了3000亿美元。4月15日，马斯克在推文中配图发了一张狗狗在月球上咆哮的全图，这张图呢正是狗狗币疯狂暴涨的原因。在币圈与月球有关的黑色话题呢，就是暗示币价一飞冲天的含义。狗狗币呢，结果就应声大涨了50%。4月16日呢，更是迎来了24小时超过了250%的涨幅，相当于你投资的钱在一天之内就涨了2.5倍。当时呢，最高达到了0.44美元的历史高价，这与年初的0.0046美元一枚的价格相比啊，这个涨幅接近了100倍。可以明显的看出，狗狗币实现500到600多倍的超级涨幅，更是马斯克拉涨的。马斯克不断的带货，在这里啊，面具人想从经济的本身规律来给大家讲讲，狗狗币到底值不值得买，加密货币这一行到底能不能入。先给你们一个观点啊，面具人我个人认为啊，穷人才炒币，听懂了吗？穷人才炒币。我们基于这个观点来思考一下啊，各种各样的数字货币从疫情开始迎来了暴涨期，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富人的进场而导致的。面具人为什么会这么说啊？给大家听一组数据。比特币的价格从2017年的2000块钱出头，一直到了2020年，基本没有怎么变过，涨涨跌跌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包括什么瑞波币呀、以太坊呀，基本都是这种走势，没怎么大涨，也没怎么大跌。可为何从疫情开始，这些币开始大涨了呢？很简单，还是面具人我说的，有钱人没必要玩这个。你们想想嘛，你如果是房地产开发商，你随便开发一个楼盘，一套房子卖掉就是几百万，一个楼盘就能赚几个亿，你何必靠卖币挣钱呢？同样的，你如果是国际旅游公司的大老板，每天承包旅行团，每天就可以几万几十万的挣，你又何必靠卖币挣钱呢？你是餐饮连锁店的老板，比如什么国内的小杨生煎呀、必胜客呀，你随便一家店一天营业额都是10几万，更别说所有的连锁店加起来了，对不对？那你又何必靠卖币挣钱呢？你告诉我何必呢？这还只是在中国。中国疫情因为强行管控，对实体经济、对实体生意的冲击也在渐渐减小。可是全世界不一样呀，疫情导致了西方的很多实体经济几乎崩溃，实体经济就很难赚钱了，对吧？那卖币对传统的这种有钱的大商人来说，之前不是什么好的赚钱方案，全世界都一样，和政府合作开发个房地产、铁路啥的，赚大钱的生意不香吗？对不对？所以说富人他没必要买币啊，而且呢，富人买币有个矛盾之处，你们想一下啊，富人都把钱拿进去炒币了，那谁来当这个更富的人，帮他们托底儿呀，帮他们把这个币拉高呢？对不对？没有更大的钱进入币圈，富人那些钱来回转，还就是那么多的钱嘛，对不对？退一步讲啊，没有更大的钱进入币圈，是不是就仅仅靠穷人的那3瓜2枣的，你再炒个几年还是炒不动？穷人散户的资本毕竟有限，对不对？你看比特币在疫情之前啊，已经横盘了好几年了，对不对？可是呢，大家仔细看啊，现在这些币暴涨，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些富人他们传统的投资赚钱的路子在疫情期间行不是很通，所以呢，他们入场币圈了。这些富人呢，入场币圈带动了币价的上涨，然后呢，散户就跟呀，对不对？马斯克也是一个道理，马斯克煽动了狗狗币，而且马斯克煽动狗狗币的这个行为，对中共坐庄的比特币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比特币又跌到了5万出头啊。结果呢，很快的
马斯克就遭到了中共的铁拳了。你们看啊，特斯拉最近被维权了，还发表了致歉声明。为啥？因为中共靠比特币呀，中共是比特币最大的庄家呀。你马斯克把比特币的客户分流到了这个狗狗币，那中共肯定不愿意呀。不过呢，马斯克也不傻，他知道币圈没有产能，而且呢，这个特斯拉呀，马斯克他能给币圈投多少钱吗？投几个亿、十几个亿？马斯克给币圈投个十几个亿，对他来说只是他的1/1000甚至1/1000的小钱。可是这点钱呢，对这些币圈的穷人们，那可是大波浪呀，大震惊呀，对不对？但是不管谁入场，币圈它本身没有产能，它也没有流通性。比特币能好一点，有一定的流通性，对吧？可是呢，即便如此，比特币也横盘了好几年，还别说那些其他的没有流通性的那些什么小币了，对不对？这些大资本家他们在疫情期间不好赚钱，所以呢，他们就开始给币圈注水带节奏，吸引那些手里面还有点三瓜两枣的没地方赚钱的散户进场。然后呢，这些散户进场了以后，大资本家再出货，散户的钱就这样被割了呀，对不对？随着疫情的消退，资本家们还是会把钱抽出来，做他们擅长的且能赚钱更快的事儿。该做旅游的做旅游，该做餐饮的做餐饮。你这个韭菜田始终是要割完的。可是呢，一个垄断型的什么房地产公司呀、电子公司呀、软件公司呀、旅游公司呀，它赚钱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对不对？并且呢，随着疫情以后，各国政府也会开始强行管控币圈的。为啥？任何一个政权啊，无论是共产党还是西方政府的掌权者，他们都不希望钱不在政府的管控之中的。任何官僚政客，他都是靠政权的这个钱活着的。现在政府不管控，可能有观众朋友们也想到了，那你说政府管控，为啥早不管控呢？为啥现在不管控呢？等币圈涨了这么多才管控呢？我告诉你，现在政府不管控，是因为币圈的财富神话画大饼，帮助政府分散了老百姓对于未来还有经营赚钱的压力，让老百姓们在疫情期间有事儿可做，有希望可图。于是呢，这些资本寡头们就负责带节奏，聚拢韭菜，顺便割韭菜。他们也等于是帮政府维稳了，让老百姓坐在家里面看走势，互相在网上沟通小道消息。这样的话，总好过老百姓在疫情期间没事做经济又不好，然后呢，他们上街游行，对不对？所以呢，资本家割韭菜，在这种程度上，在币圈里面，政府不管因为这些韭菜他们有事儿做了呀，对不？他们看着这个币圈的神话，互相讨论，互相的这个画大饼，互相的满怀期待，对明天有希望有人亏了，有人亏了，有人赚了呀。人都是这样的，他亏了以后，他不会疼，他只要看到别人赚了以后，他会更兴奋，对不对？这其实就跟赌徒一样，他自己的钱输光了，他还舍不得离开赌场或者离开麻将馆，会继续坐在那儿看别人打，对不对？其实这些资本寡头和政府都是互相利用的，但是呢，疫情过了以后，他们都是该干啥会干啥去，资金还是会回到他们传统的行业去的。因为币这个东西它没有生产力呀，没有生产力就没有价值呀，对不对？所以马斯克他不笨，他立刻给中共服软认怂了。为啥？因为他知道在中国有大量的这个什么买车的，买他特斯拉的，对吧？还有其他的一些高科技玩意儿只要你有实体存在那政府就能赚钱。政府有公权力呀，他有公权力，他就可以掌控实体呀。那经济又必须要有实体呀，比如你盖楼、开店、拍电影、出游戏，都得政府批准呀，是不是？谁也绕不过去。
人家政府的政客官僚就是靠这个活的，那你说他怎么可能允许绕过政权的货币存在呢？现在允许是因为它有存在的必要，有存在的合理性，等哪天不合理了，它自然就不用存在了，对不对？所以马斯克再怎么拉狗狗币，他也不敢真正的惹怒共产党，因为真正赚钱的市场在中共手里呀，大量的韭菜田嘛，对不对？中共还靠比特币打金融战呢。不过呢，面具人，我感觉啊，既然狗狗币有前景，中共也可能会盯上这个狗狗币啊，毕竟这个盘子现在还小，它可以再往高拉，懂了没？啊，这个比特币呀，政权的博弈呀，政客的博弈呀，甚至这个狗狗币本身啊，它里面的水非常的深。不过呢，这些都不用多余考虑，我们只用知道这些人的利益根基就好了。所以币圈的神话啊，它迟早会随着疫情，或者是再晚一点各国政府的强行管控而慢慢消退的。但是呢，在这个消退期到来之前，币圈的神话还没迎来高潮呢。这个狗狗币它的币价还很低，懂了吗？所以呢，在资本回归之前，贪婪的资本家们会竭尽所能的从资本市场榨取最后一滴油水。根据此来判断，狗狗币还是要涨的，因为狗狗币最近的名气打出来了，再加上狗狗币的灵活性还很大，它的这个水还很小，资本家们是不会放弃这个市场的，他们还会吸引更多的韭菜入场。币圈就是这样呀，进来早的割进来晚的，时机很重要，时机对了你就是镰刀，时机错了你就是韭菜，世界就是这么的残酷，欢迎来到现实。面具人给出的建议是，狗狗币下一个神话就是破5、破6，甚至破1这个1美元的大关。比特币拉不动了，就拉体量小的狗狗币。最近狗狗币你们如果碰上低位的话，就可以入，低位呢也低不到多少。面具人个人认为啊，只要这个币还有炒作的空间，庄家们必然不会把盘子砸太低，让盘子低到了让老百姓伤心的地步，没必要。如果砸到了那么低的话，这个币这个品牌就毁了。所以呢，我个人感觉跌破了3，接近2左右就可以入了。但是面具人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倾家荡产的投资，你们就用无关痛痒的钱，自己能承受的钱入金就好了。投资有风险的，对不对？不要因为追求一个侥幸，把自己身家性命搭上去了就不好了，对吧？那至于面具人的观众里面有更保守的人，他们是仅仅追求资产安全转移的人那面具人也有提供海外开户的办法，就是说你人不到国外也能开户，然后通过一些手段在不折损的情况下把钱转移。已经有很多人通过面具人的方案成功的解决了自己的资产安全问题。从我上期节目到现在，有很多人包括也有很多人发消息发邮件问我但是我每天确实这个邮件消息量太大了，我可能会看不过来。如果我没回复你的消息，你可以尝试多发几个。当然了，面具人也在这里谢谢那些信任我的，包括很多人成功转移了包括理财呀，把这个钱在国外开户，把钱挪到了国外的账户里面。也有很多人给我发感谢信那我也谢谢你们的信任，对吧？我顺便说一下这2天还碰到有些朋友说这个国内的管控呀，尤其是资金的管控非常厉害，在有些地方取现金，取2万现金都要开证明呢。哎呀，所以奉劝大家保财保命吧，男同胞女同胞尤其是女的，现在包括你们的未来，我真的讲了新闻这么多的事情挺伤感的因为面具人也是有家室的人嘛，
为什么我对女人的未来这么关心呢？因为毕竟嘛，感同身受，我的孩子也是女的，对吧？不扯这么多了，涉及个人隐私的事儿。那么这个转移资产，包括理财呀，咱们私下再说，因为有些地方涉及了打广告或者一些灰色渠道啊。好了，如果你们想要联系面具人的话，节目下方这个内容简介区还有留言区有面具人的联系方式，咱们私下再来谈这些事情，包括各位